苏曼，我们离婚，你配不上我。1993年，我当掉所有嫁妆资助丈夫办厂，并放弃研究生学业为他照顾家庭。然而他非但不感激我，还在我50岁的生日宴上带来了别人。他不仅逼我净身出户，甚至还污蔑我转移大额财产。就在全场宾客都以为我完了的时候，福布斯前10的财阀竟破门而入。苏老师，学生来迟了。小李，那个汤别凉了，我先生爱喝热的，记得让厨房一直温着。好的，苏太太，您放心，我盯着。这桌布我熬了3个晚上才缝完，他要是注意到就好了。对了，这瓶红酒我藏了整整30年，今天才舍得开，先别动，等他来。苏太太，我都记下了。今天我特意去做了头发，这身衣服是我压箱底的，结婚10周年那回穿过一次，都10几年了。哎呦，苏太太50岁还这么显年轻，今天可是大日子啊！您快坐。建国说今天给我安排了个惊喜，我心里其实挺期待的。周总有心了，30年夫妻嘛。他怎么还没到？菜都快上齐了。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建国哥，你说的是，我可一直等着呢。建国，这位是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朋友面前。苏曼，今天叫大家来不是给你过生日的。苏女士您好，我是建国集团的法律顾问，周总让我现在就办手续。什么手续？建国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，今天满桌都是朋友。就在这儿办，30年了，正好让大家都做个见证。周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办寿宴吗？这小姑娘是谁？怎么跟周总这么亲？各位朋友，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正式宣布一件事，我和苏曼30年的婚姻到此为止。啊，离婚？今天，他生日今天。苏曼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没有你，我一样能走到今天。这个家，没你也照样转。你说什么？30年，那是你自愿的，没人逼你。你别跟我提什么付出，付出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建国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当着这么多人，从来不开玩笑。苏阿姨，建国哥跟我说过好多次了，他早就累了。你叫他什么？建国哥？苏太太，汤要不要先撤下去？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，苏女士在过去6个月内通过3家关联公司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共计2300万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些钱我从来没碰过。请您签字净身出户，否则我们将走法律程序，民事追诉。苏曼，签了吧，别闹得难看。周总要离婚，还说苏太太转移财产，还有这种事啊？真没看出来，苏太太平时多本分。唉，这下苏太太可惨了，50岁了，净身出户。嘘，小点声，看看再说吧。建国，这些账你比我清楚，公司每一分钱都是公司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苏阿姨，您就别为难建国哥了，签了大家都体面。苏太太，签了吧，给周总留个体面。苏曼，你最好识相点。我不签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不签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一心一意为你好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那你就更应该赶紧签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你站在我旁边，我多没面子。只有圆圆这样的女孩才配得上我。你不过是运气好，在我年轻的时候傍上了我。享了这么多年福，你也该知足了吧？傍上你，周建国，你忘了当初开公司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吗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靠的当然是我自己。你签了，大家都体面，我让你净身出户，已经是给你留面子。苏女士，快点签字，30年的财产分割，每一条都已经写明。30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苏女士，情绪不解决问题，这是民事调解最体面的方案。您先生已经让了一步。曼曼，那是你姥姥临走前塞你手里的陪嫁。妈，他创业差5000。差这一只镯子就能盘下场子。苏家伯母，我以后挣了钱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它赎回来。建国，你拿去吧，明天就把合同签了。那只镯子，他到现在都没赎回来。建国，我考上了，导师亲笔签的录取通知，下个月就开学。曼曼，家里离不开你，等孩子大点再说啊。可是导师等了我2年，厂子刚起步，娘那边还得人照应。3年，就3年。他说3年，那是1995，锁上的不是通知书，是我自己。建国，30年就值这几张纸。30年是你自愿的，没人拿刀逼你。
那只金镯子是你的第一桶金，那张通知书是我的命。苏曼，别在这翻旧账。你转移财产的事儿，律师函我随时可以发，但协议今天必须签。苏女士，民事调解结束后，下一步就是民事起诉。你说我转移财产，建国，你公司每一颗螺丝钉都是我替你拧上去的。周太太怎么瘦成这样？30年陪着，到头来这样。周总也是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老话讲烂了。那个年轻的胆子真大，挽着手就敢进来。嘘，别说，听说周太太那边已经准备好了。苏曼，快点签，签完赶紧滚出去。周建国，你让谁滚出去？周总，这张离婚协议先放一放。什么人？这里是我家宴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这阵仗不是亲友团啊！你看那车全是豪车。到底是谁？各位来宾，打扰了，请让一让。金华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陈明哲。金华律所那是国内顶级的，一个律所一次出12个合伙人，这是要打世纪大案啊！陈律师是吧？我建国集团也有自己的法务，您今天来错地方了。周总，我们今天受人之托，专程为苏女士而来。周总，他们的来头不对。什么来头？12个律师吓唬谁？周总，我身后还有一位。建国，要不咱们先站住！你今天敢走一步试试？那不是顾衍吗？衍盛的顾衍，李姐你没看错，衍盛集团的董事长亲自来一个家宴，开什么玩笑？上个月福布斯榜前10里就有他。周建国哪来的关系能请动顾衍？不是请来的，你看他脸色，是来兴师问罪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周总不认识我，正常。但是苏女士的事儿，从今天起由我来管。建国，这人来头不对，咱们先拉我干什么？我倒要问问他凭什么管我家事？财产分割条款17条，净身出户、转移财产追诉写得很周全。顾先生，这是依法拟定的民事调解协议，受双方委托。双方委托？苏女士委托你了吗？你放下，那是我私人协议。死了，他真死了。这是当面打脸啊！顾衍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，这是我和我老婆的事儿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周总，有关系。建国，他不像是开玩笑的。你少说话。周总，我说过，苏女士的事儿由我来管。凭什么？凭什么由你来管？因为她是我的恩人。恩人？苏曼是顾衍的恩人，顶级财阀的恩人，这是什么前世？周建国这老婆藏得够深啊！周总今天玩大了，欺负顾衍的恩人，还敢让人净身出户？谁敢让他净身出户？先问问我顾衍答不答应？你恩人？他说我是他的恩人。顾衍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管我家事？我老婆我说了算。周总问得好，我自报家门。衍盛集团董事长顾衍先生。衍盛，真的是衍盛！建国集团跟衍盛那是蚂蚁跟大象的级别呀！衍盛，衍盛。周总，今晚之后，建国集团的每一笔账都会有人替苏女士看。建国，咱们对手是衍盛。你早有预谋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。衍盛的董事长亲自出马，周建国这是什么仇什么怨？恩人啊，人家叫他恩人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啊。藏得深，30年没人知道他是谁。今晚之后，全城都得知道。周总，我家里有点事，你给我站住！周总，跟衍盛打官司，我接不。建国，我也不知道他是顾董的恩人啊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王秘书，顾总，您要的2份文件已经准备好，陈律师手上有副本。发。陈律师，把那2份文件呈给周总。是，顾总。周总，第一份，衍盛集团法务部正式律师函，关于建国集团近3个月异常资产流向的调查通报。你查我的账。第2份，民事调解申请书，衍盛集团代理苏曼衍盛对周建国先生提起财产分割异议。周总，从今天起，苏女士的事儿走我衍盛的法务程序。他不是临时打抱不平，他是有备而来。你到底是谁？苏女士，让您受惊了。我们见过吗？见过，很久以前。很久以前，可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苏女士先别想，今晚先把眼前这关过了。顾先生，谢谢你。苏女士，不用谢我，这一声谢您说反了。说反了？你看顾衍的姿态，那哪是旧场，那是执礼呀，是执学生礼。苏老师，好久不见。顾衍，
苏老师？什么苏老师？苏老师，周太太当过老师。等等，苏老师顾衍30年前，那不就是90年代？嘘，别说，听他说。各位，今天打扰了，苏老师，您慢慢想。我等了30年，不差这几天。完了，全完了。30年，他等了我30年。苏女士这边请，顾总已经在办公室候您了。麻烦您了，王秘书。苏女士，您能来，我没想到这么快。顾先生，昨晚那场无论怎样，我都得当面来道一声谢。苏老师，这一声谢按辈分该我先说。顾先生，您别叫我老师，30年前的事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担不起这一声。您先坐，咖啡还是热茶？一杯热茶就好。您今天上门，我才不只是为了道谢一句。顾先生，您看得清楚，我来谈2件事。第一，昨晚您撕协议自报衍盛家门，这份情我得当面跟您说，怎么领怎么还。第二，接下来这场仗我自己得心里有数怎么打。苏女士，您坦诚我也坦诚，昨晚那场是我先入的局，您今天来要规矩，理所应当。在我们谈规矩之前，有样东西您该先看。什么东西？30年前的冬天，您给过我一样东西，我留到了今天。这是5000块。那年冬天，您塞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就是这5000块。30年前，您当时还说了一句话：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这句话是我说的吗？是您说的。这5000块我没花，这句话我记了30年。顾先生，您把它裱起来是？不是裱给您看，是裱给我自己。我怕有一天日子好过了，会忘了我当年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顾先生，这一矿我受不起。陈律师，顾总，您要的方案我已整理完毕。苏女士在的话，我现在跟她当面对一遍。苏女士，您方便吗？您说。苏女士您好，金华律师事务所带您组建的专案组，15位合伙人分3块：民事调解、财务调查、舆论反击，3块独立运作，互不交叉。您继续。建国集团近3个月所有异常资金流向，衍盛法务部已经开放专项调阅通道，您随时可以调资料。林源名下那家空壳公司外围排查也已经启动，关键人员我们已经在跟进。顾先生，您准备的不止这些吧？还有头部自媒体3家，舆论窗口我替您预留了，需要的时候一通电话，24小时内可以推上热搜。陈律师，您稍等一下。好的，苏女士。顾先生，您这一套打下来，我连呼吸的空隙都没了。苏女士，顾先生，我能问您一句吗？30年前那5000块是我等亲手塞给您的吗？是。是我自己的账，资源我接，账我自己打，这一仗没人替我。是我急了，我怕您一个人扛不住。顾先生，30年前我塞5000块给您的时候，不是为了让您将来替我打仗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您将来站到任何人面前，腰板都不必弯，头都不必低。今天我自己得站起来。如果是您替我站，那我30年前那一句话“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”，我自己先违背了。苏老师，我懂了。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记着。顾先生，您把陈律师电话再接起来。陈律师，方案改一下，金华是顾问，不是代理，主导权在苏女士。明白，顾总。陈律师，您把专案组3块拆成3个独立小组，每周向我直接汇报，不经第二道手。好的，苏女士。另外，舆论窗口暂时按下，没有我的指令，一篇不发，一通电话不打。是，全凭您指令。苏女士，从今天起，我帮您，但您自己来打。顾先生，恩我会还，但不是用这一仗还。那就这样定。顾总，苏女士，请用茶。谢谢你。顾先生，今天打扰了。规矩既然定了，余下的看我的。苏老师，我等了30年，从今天起，我什么都不急。苏老师，规矩您先立起来了。曼曼，昨晚那场我都听说了，全城都传遍了。妈，我想回来住几天，避避风头。避风头？你还认得镜子里那个女人吗？妈，您别这么看着我，我这次是真的撑不住了。曼曼，撑不住的人不是受了多少委屈，是忘了自己是谁。妈，你要找什么？这箱子？找一样东西，找你自己。找我自己？妈，您在说什么？曼曼，你有多少年没翻过这箱子了？20多年了吧，记不清了。28年，打你嫁给周建国年起，这箱子你就没碰过。那时候不是忙吗？他刚起步，孩子又小，哪里顾得上这些旧东西？你顾的从来不是这些旧东西，是你自己。妈，今天我让你想起来，你姓苏，不姓周。姓苏，不姓周。你看，
这是94年的商海报。94年8月，你25岁，商豪报头版头条，青年女企业家苏曼专访，我都不敢认了。再看这张，这是红星女装厂，是我办的厂。 94年时候，咱家就个30人的小作坊，是你一手把它做成全省排名前3的女装厂。全省其3，我都忘了。这个你也忘了？省商会青年企业家先进个人，94年全省青年企业家大会，你是最年轻的女代表，才26岁。妈，曼曼，你不是周太太，你是苏曼。我是苏曼，我是青年女企业家苏曼。现在想起来了？妈，我都忘了。 我怎么能忘成这样？嫁给他之后，他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，让你忘什么你忘什么。今天我帮你拿回来，曼曼。这张你看仔细些，这才是最该想起来的。这是大学礼堂，我做演讲。这是哪所学校？94年冬天，你去给寒门学子做助学演讲。数学演讲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你看这个台下第3排靠左，这个小伙子，第3排靠左。 这个男孩，你自己看，不用我说。这眉骨，这鼻型，他怎么这么眼熟？那年你给了一个穷学生5000块，让他读完研生。5000块，30年前的5000块，你还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记了30年。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那个小伙子今天叫什么名字？你想起来了吗？顾衍，顾衍，是顾衍。 30年前那个学生，他没忘，你忘了。原来我也曾经被人这样记着。他昨晚救你是来还恩的。妈，您今天要是不翻出这箱子，我这辈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？曼曼，听妈一句话，你忘了你是谁了？我忘了我是谁。当年是咱们家把他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。你爸生前就说过一句话。爸说什么？有些人胃不熟，胃不熟。你爸看人比你比准30年。 这话他临走前还跟我念叨过，妈，我都记起来了，记起来就好。妈，这箱子我带走，你早该带走。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，可能不会让您省心。曼曼，你姓苏，做什么妈都不拦你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曼曼，你爸要是看见你今天这样，能笑出来。 顾总，苏女士已经走出巷口了。看见了。要不要安排车跟一段？不用。明白。撤。是。苏老师，您今天先把自己拿回来了。苏曼，青年女企业家苏曼，30年了，我把自己借给了别人，今天我得拿回来。周建国，这一仗我自己打。妈，爸说你转移了财产。小小，你先坐，妈给你倒口水。妈，你倒是说话，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坐了1夜的飞机，先喝口水再说。我不是来喝水的，我是来要个说法的。小小，你爸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？昨天宴会一散，他就打过来了。他说你私底下转了3000万到外人名下。他还说什么？说你这30年明里贤惠，暗里布局。他说你早就跟外人有联系。他说他这次离婚是不得已。小小，你这5年在国外的生活费是谁打到你卡上的？是爸。那你这5年总共回过几次家？2次。小小，你回来这2次，妈做的菜你爱吃哪一道？你还记得吗？红烧肉。那妈这30年做了多少道你爸爱吃的菜？你算过没有？妈，你别绕，转账记录是真是假？你给个准话。小小，妈不绕你，妈让你看东西。你拿什么东西？律师函复印件，还有一个 U 盘。律师函是你请律师对付爸吗？小小，律师函是上周一寄给你爸的，你看落款日期。上周一？你爸说妈先动手，那是他在你面前的话。落款日期不会撒谎。那这个 U 盘是什么？ U 盘里是这30年公司的纸账账册，还有妈30年贡献的明细。
明细，每一笔妈替他垫的钱、谈下来的合同、求过的人脉都在里面。妈，你也太狠了。小小，狠的不是妈，是法律记的每一笔账。你父亲是什么人？等你看完证据再说。万一这 U 盘是假的呢？那你就自己找个找第三方鉴定，妈不拦你，妈也不催你。妈，我先回去看完再说。小小，妈不送你了。你不打算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妈不解释，是因为妈相信你自己有眼睛。万一我看完了，还是觉得是你不对呢？那妈也尊重你这一个判断。当年妈也是这样让我自己看的，我看了30年。陈律师，苏女士，专案组3组本周汇报，请您指示。财务调查那一组，林园公司财务那条线，下周我自己去见。苏女士，您要不要我陪您过去？不用，我一个人见，不带律师，不留痕，对方愿意开口的几率更高。好的，对方资料我今晚加密发到您手机。另外，舆论那一组按原指令按下，一篇不发，一通电话不打。是，全凭您指令。还有一件事，今天小小来过的事，暂时不要让顾先生那边知道。明白。小小，妈等你回头那一天。30年了，这件丝绸睡衣是周建国03年送我的生日乳物，他说太太就该穿这种料子。我穿了20年，从没问过自己喜不喜欢。妈昨天把樟木箱给了我，里面还有一件我94年自己挑的真丝衬衫，领口是我自己设计的盘扣。那年我跑遍了全省的料子店，才挑到这一匹。周建国说我配不上现在的身份，可这件衬衫是我26岁穿过的最贵的料子。戒指我先帮你保管，等法院判完，再当庭还给你。妈说这块怀表是姥爷留给的，30年了，我一次没戴过。我姓苏，苏曼的苏。从今天起，认得镜子里这个人，我不是周太太。合同、人脉图，30年压箱底的东西，今天该见光了。96年8月，建国集团第一笔大单320万，客户是远东集团的赵叔。当年是我让娘家舅舅陪着跑了3趟北京，才把这单子求下来。周建国那时候连一杯像样的茶都不会批泡。03年税务危机，我托娘家舅舅的同学3天3夜没合眼，把那50万的补税款用嫁妆里的字画压了下来。11年那块工厂用地，我变卖了陪嫁的金镯子，凑齐了首付，地契上的章是我自己跑去盖的。这家公司每一颗螺丝丝都是我替他拧上去的。我不是不懂，是怕他在外头没脸。30年了，我一句都没说过。今天该说了，建国集团其实从来都是苏曼集团。周建国转走的3000万，按他那点脑子，必定走3条路。第一条，离岸账户，受益人他前妻的远房表刘某，这条线是他08年就埋下的。第二条，虚假合同，3家空壳公司以咨询费名义往外走，每笔不超过200万必审弃。第三条，林园名下的空壳公司，林园那点脑子他不放心，所以财务用的是他自己人王某。3角闭环，他以为天衣无缝，其实每一条线我都摸过底。陈律师，3条线今晚同步动。苏女士，请您指示。离岸那条找上次合作的境外律所调档，咨询费那条按虚假合同立案备份，林园那条王某那边明天我自己见。明白，今晚8点前给您回复。网撒下了，他自己会走进来。4大律、4大会计师、顶级公关团队，顾衍把全套都抱来了。顾衍这个人30年了，做事还是这么干净，给资源不留话，连一句要不要都不问。他给的是托底，不是收买，可托底太多，我就站不稳了。王秘书，资源清单收到。苏女士，顾总说全套资源任您挑。律师团我自己留，公关团队我自己请，会计师我用过的旧人，只接一条，
离岸那条线的境外联络。苏女士，顾总还嘱咐过，您这边有任何缺口都可以补。王秘书，麻烦转告顾先生一句话。您说。恩人的网，我自己织，不能让他替我织，得是苏曼，不是被庇护的周太太。是，苏女士，我一字不漏，转告顾总。30年前他记得那句话是规矩，今天我守的也是规矩。建国哥，我说一句，你别恼。你说我什么时候恼过你？昨晚那张律师函我看了，纯走过场。他那点人脉，30年没出过家门，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律师团？你说的对，他翻不起浪了。建国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王某那边我前2周就打点过了，空壳公司的账进一笔出一进进。王某？哪个王某？林园文饭盘媒的财务王某。建国哥放心，那是我大学姐妹的表哥，绝对的自己人。自己人好，自己人才能再放一笔进去。我就知道建国哥您是大格局，他那3000万走得太显眼，多走一笔进来，账上反而干净。你说说看，再放多少？建国哥，5000万，一次到位，省得来回折腾。建国哥，文件我早备好了，就等您一句话。你这丫头，办事就是利索。建国哥英明，跟着您学的。5000万，他当年陪嫁那点金镯子都凑不出零头，他翻不起浪了。他当年也就是命好，攀上我，要不是我，他现在还在他爸那个破单位混日子。建国哥说的是，他那种人离了您什么都不是。明天你让王某把账走通，我不想再看到那个名字出现在我公司任何文件上。是，建国哥。陈律师说，顾总，周建国今晚刚签了一份增资协议，5000万转入林园名下空壳公司。金额、账户、签字时间都拿到了？拿到了，和苏女士预判的一模一样。开曼、咨询费、林园空壳3条线全部启动。他推演了30年公司账目，没有一笔会算错。苏女士那边今天回了王秘书电话，全套资源她婉拒了，只接了开曼案那条线的境外联络。他说了什么原话？苏女士说，恩人的网我自己织，不能让他替我织。将来站在他身边的得是苏曼，不是被庇护的周太太。他布的网，他自己走进来了。是，顾总，我们这边只做托底，不出手。他要的是自己赢，不是被救。他那栋楼的灯又亮到这个点了。苏老师，您慢慢织，我守着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下面进入提问环节。周总，外界都在传苏女士这些年一直在转移公司资产，您今天能不能正面回应？家丑本不该外扬，但既然媒体朋友问到了，我也不藏着。有相关讨论提到，某位女士此前和他人有往来，是否属实？这类私人相关的事，我本来不想提及，但相关的不实讨论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，我也只能说明情况，并非近期才出现。周总，那场公开活动上发生的相关争议事件，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？我30年的婚姻被一个外人当众踩在脚下，各位说这是什么性质？可以看到周总此刻的状态型的情绪，这件事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，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。这种女人太可怕了，装了30年贤妻，勾大财。周总太惨了吧？周总，那您之前提到的资产转移有具体证据吗？证据我都交给律师了，该走的程序我一步都不会少。那您对苏女士今天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只想说一句，这个家没有他照样转。建国哥今天说的真好，等着看吧，这一仗。相关人士今日节目披露，相关人物存在家庭相关的争议内容，同时有和其他人士往来讨论。家里长辈真的会说这种内容吗？这张照片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妈结婚前的照片，家里就那几张，我都翻烂了。这张明显是从一张照片里截出来的，上半截被人剪掉了。谁会去剪一张照片的上半截？除非上半截有不能让人看的东西。爸在发布会上说的那么委屈，可这张照片是给媒体的，吴主编是发这篇稿的人，我得问清楚原图到底什么样。妈，如果这张照片是被人剪过的，那爸说的话可能也是剪过的。顾总，齐了。
都有什么？第一份，94年6月，20岁女企业家苏曼伤害新星，原报纸已找到3份，扫描件加实物照片7倍。第二份，94年10月，苏女士在东海大学礼堂的演讲录像，原带在校馆封存了30年，今天上午刚调出来，画面完整。演讲主题：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，苏女士当年原话。第三份，当年受她资助的学生名单共17人，今天联系上其中一位张老师，愿意实名出镜。张老师现在做什么？东海市某中学语文教师，教书28年，班主任。好。第四份，苏女士95年获东海市先进青年企业家表彰证书，原件在苏老夫人手里，扫描件已备份。够了。顾总，这些材料按您之前的吩咐全部备齐了，辛苦。顾总，要不要发？他那栋楼的灯，从那时候到今天一直亮到深夜。发布会一开，全网都在骂他。他今天看了多少条，我不敢想。苏老师，您熬到几点，我陪到几点。陈律师，等他睡着了再发。顾总，我守着他那栋楼的灯，灯一灭我就发。30年前的5000块，我裱在墙上没舍得花。今天这一篇，也得等他踏实睡下了才能发。这一手不为一还。顾总30年等的就是今天这一篇能体面的发，我等一晚上不算什么。家人们，这条我憋了一晚上，请你们认真看完。这是94年6月的商报头版，这张照片就是今天发布会上被截了上半截的那张原图，被剪掉的是讲台，是横幅，是寒门学子助学6个字。94年，苏曼资助了17名寒门学子，每人5000块，总额8万5。在那个年代，5000块够一个农村孩子读完4年大学。这就是周建国先生今天在发布会上口中那个勾搭财阀的女人。我是94年苏老师资助的学生之一。那年我考上大学，家里拿不出学费，我爸蹲在田埂上抽了一晚上烟。这个信封我留了30年，里面装过5000块和一张纸条。这句话我教了28年书，跟我带的每一届学生都说过。我不知道苏老师今天经历了什么，但请相信我，苏老师是好人，是他当年的5000块，才有了今天能站在这里说话的我。震惊！原图是这样，周建国剪了原图，这就是勾搭财阀，资助寒门学子叫勾搭。张老师那段我哭了。周建国出来正面回应，他当年是不是也苏曼资助的？吃软饭还反咬一口，真是恶心！典型的凤凰男，忘恩负义。建国哥，起来，出事了！这不可能！那5000块的事儿，他全留着。建国哥，这下怎么办？完了！原图真的是被剪过的。苏老师是好人。妈，我可能错了30年。顾总，3条热搜已经压不下去了。该他的还给他。苏老师，您睡吧。明天醒来，世界该认出您是谁了。建国总，股价跌8个点了，今天已经跑出11笔预警。建国总，林园那笔5000万的事儿，外面已经传开了。稳住，都给我稳住！建国总，今早3家机构同时降了评级，这不是稳得住的事儿。评级算什么？等明天合同一签，全都翻盘。还有那篇旧报道，苏总当年资助寒门学子的事儿，全网都在刷。建国，30年前的事今天被翻出来，这不是巧合。老赵，你跟我30年了，这种风口浪尖你也跟着起哄？我不是起哄，我是在看谁还能稳得住。林园那家空壳公司的账，外面的财务王某都开始松口了。这事儿要是闹到法庭，咱们都得脱层皮。那是私人的事儿，跟公司没关系。周总，今天这个会，我有句话想说，30年没说出口。老赵，你跟我30年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30年前，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哪儿？你还记得吗？在苏曼家。是苏曼带我去的。
他跟我说，这个人出身苦，但有股拼劲儿，值得帮一把。30年前我看好您，不是因为您，是因为苏曼。30年了，我一直没说，今天再不说，我自己这关都过不去。老赵，你这话今天当着这么多人说，是想说什么？今天这个会，我得出去走走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喂，老赵，我听说你是个明白人。老赵，30年前，苏老师在一所大学礼堂讲课，台下坐着2个人，一个是穷学生，一个是穷小子。穷学生记了30年，穷小子忘了。顾总，您这个电话我有点意外。顾总，您今天打这通电话是想跟我说什么？老赵，您今天坐在那间会议室里，看见的是什么？股价跌8个点，林园那边5000万转资。苏总当年资助寒门的旧报道全网刷屏，3件事儿，一件比一件准。苏老师推演了30年公司账目，他说今早3家机构降评级是上周2就该来的事儿。顾总，您的意思是？老赵，我不威胁您，也不利诱您。今天这通电话只是让明白人做明白选择。30年了，老赵，您当年是苏老师带进建国局里的，他带过你1次，今天他不会再开口。老赵，回去坐回您的位置。顾总，您说的对，好。老赵，你刚才不是说出去走走吗？怎么这就回来了？建国，我出去走了3分钟，想清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老赵，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手里建国集团7.2%的股份，从今天起全部减持清仓，盘后挂单。老赵，你跟我30年了，你今天在这间会议厅里说这话，你对得起谁？建国，30年前那张账，今天就翻到这儿。建国总，我那4.8%今天也挂单清仓，你也挂单清仓，我跟着老赵走4.1%，今天全部减持。建国总，对不住，我手里3.7%，明早开盘就走。建国总，30年的情，今天也只能到这儿。你们这是逼宫，这是逼宫！建国，今天这间会议室里没人说你。30年前是苏曼把人聚来的，今天是你自己把人都说走了。怎么会到这一步？现在开庭。今天审理苏曼诉周建国离婚财产纠纷及关联资产追筹一案。苏总，证据全部就位，您准备好咱就开始。开始吧。稳住，咱手里东西也不少。周总，对方今天的证据袋比我们预想的厚得多。林小姐，待会儿您只回答问到您的，别多说。我知道，今天这场全网都在等结果。周建国软饭硬吃，昨天上了3条热搜。苏曼当年是商界新星，谁能想到？请原告方陈述案地。审判长，原告苏曼，被告周建国，1995年9月登记结婚，至今30年。婚姻存续期间，被告以经营建国集团为名，自2022年起分7笔将共同财产合计4800万转入群岛3家关联临案账户，每一笔时间、金额、收款方、出款审批，证据链完整。审判长，对方所提立案账户与被告无直接核齿。审判长，我方已取得群岛持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合规证明，账户实际控制人签字与被告本人签字字迹鉴定一致。周方律师，对原告所提证据有何质证意见？审判长，我方需要时间核查。审判长，此份证据已于上周5依法送达被告方，被告方有充分时间核查，证据准予采印。怎么会？这怎么会全在他手里？第2组证据，被告以建国集团名义与3家空壳公司签订11份虚假咨询合同，合计3600万。所有合同时间集中在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，对方公司均无办公场所，无实际员工，无业务记录。其中一家宁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，注册地址石卡市停车场。哎呦，空壳到这个程度，这账做的也太糙了。当人家30年的太保是傻子呢？审判长，咨询合同行业普遍存在，无法仅凭办公地址判定虚假。审判长，我方已取得11份合同对应的全部银行流水与税务申报记录，流水均在3个月内通过3层账户回流至被告个人控制账户。周方律师对此项证据有何意见？
怎么连这个都签了？第三组证据，被告在第三人林源名下设立的公司中转入资产合计5000万元。申请播放证人王某证词视频。本人王某自2023年4月起担任宁安信息自由有限公司财务主管，公司全部账目由周建国本人指示设立，日常资金调度由周建国通过加密通讯指令林源操作。转入公司的5000万，本人参与做账37笔，每一笔均有指令截图。王某已于上周向我方提供完整指令截图及银行往来凭证。审判长，第三人对公司日常运营情况需重新核对。肃静。王某把整个账都翻出来了。他骗我，他说只是过个账。原告苏曼，请陈述。审判长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诉苦。1995年9月，我和周建国登记结婚的时候，他在老家欠债7万2千。那一年，我变卖了陪嫁的金镯子，凑了创业启动金22万。我父母拿出了名下唯一套住房抵押。1996年到2001年，我用娘家人脉给他谈下了第一份大单。第二份大单，2002年他要进新行业，我推掉了自己单位的外派国机会。2008年他要上市，我把当时已经做到副总的工作辞了，回家照顾他生病的父母。妈，30年，我没有记过任何一笔账。这就是咱们这代人没人记的。没人记得啊。但是审判长，我没记账不代表这些事儿没有发生。我没记账，是因为我以为他和我是一家人。但是今天，我站在这里，我想对所有人说，这30年我没记账，但法律记账。这句话今天就是头条。我没记账，但法律记得，明天全网刷出。替咱们出了这口气，替咱们出了。我的陈述到此结束，请审判长依法判决。审判长，原告所述均为婚内线，但被告对建国团的经营管理同样付大量心血。依据婚姻法相关条款，被告作为公司主要管理者，对资产形成贡献占比应予以重新评估。我方申请重新评估资产分割比例。审判长，针对周方律师所提被曝对公司经营贡献，这是建国集团团成立以来历年股东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、重大业务签约记录。所有签字栏，原告苏曼的签字出现87次，被告建国的签字出现91次。87次中，原告以股东身份出席，被方以执行身份出席。原告是建国集团的隐名股东，持股比例29%。苏曼是隐名股东29%，那不是仅次于周建国本人？这才是真正的半个公司是他的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他连这个都留着。林小姐，您坐下。审判长，我要重新陈述。林源，你给我闭嘴！被告，请勿干扰证人陈述。审判长，那家空壳公司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开的，是周建国指使的。他说只让我挂个名，但是苏曼不可能查到。他承诺事成之后给我2000万。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在这里，他亲口说搞定苏曼，公司给你。李渊把周建福卖了，太狠了！墙倒众人吹，自己作的孽。林渊，你这个……我也是受害者，我也是被骗的。林渊，你说什么呢？哪句是说的？周总，您坐下。那5000万是我让你过的账，那11篇合同是我让王某做的，我承认，但你居然反咬我！肃静，被告，请克制您的情绪。我不是个意思，我刚才完了，当庭自认，完了。稿子改，周建国当庭自认，承认转移资产，主标题就这个。这下没救了。建国，这是你自己走进来的。完了，30年，完了。合议庭暂作合议，3分钟后宣判。现在宣判。经合议庭审理认定：第一，原告苏曼与被告周建国婚姻关系准予解除；第二，
被告周建国转移至离岸账户的4800万，全额返还共同财产账户。第三，通过虚假合同转移的3600万，全额返还，相关合同确认无效。第四，转入第三人林源名下宁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司的5000万，全额收回，公司依法清算。第五，确认原告苏曼为建国集团29%隐名公身份，股东权利依法恢复。第六，共同财产按照原告60%、被告40%的比例分割。4、6开，这才公道。30年付出，终于算数了。另，关于被告自认转移共同财产以及第三人林源协助相关事实，本庭依法将相关证据材料移交有关部门，另案追究。另案追究。周建国先生，请配合我们走一趟，配合后续调查。苏曼，你赢了。不，这不叫赢，这叫账终于算清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律师，你说话啊！我尽力了，真尽力了。林源小姐，请您也跟我们走一趟。妈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周建国自认，这才叫赢得有尊严。苏总，全部按您之前推演的来了，一步没差。陈律师辛苦了，3个月没好好睡过。苏总，这是我做律师以来最干净的一场。干净，是因为该记的都记着。顾先生，30年您还是这样。苏老师，从今天起，没有人能再让您净身出户了。妈，我送您出去。好，咱们走。 30年前的那5000，今天终于算清了。苏曼，你给我等着！30年了，我周建国会记着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我也是被骗的，记者，请帮帮我。苏总，请问对今天的判决有何回应？苏总，周建国当自认转移资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判决书以下，一切以法律为准。 苏总，传闻您即将创立曼氏集团杀回原行业是真的吗？今天只谈这一份判决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这位苏总，30年前的商界金星真不一样。名不虚传，稳得住，这才叫体面。苏总，周建国刚才在庭上说您让他以为成全是应该的，您怎么回应？他说的，法律替我记。苏总，您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？先把女儿送回家，然后好好吃顿饭。这才是真赢家，这才叫赢得有尊严。 妈，我送您出去。好，全结束了，30年，真的全结束了。苏总，你是？苏总，这是顾总让我带来的。他说您今天停场，可能没时间吃饭。顾总？顾总在公司没出来，让我把这个先带过来。他怎么知道我今天在这里？顾总说，30年前那堂课，他记着您说过，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 今天是您讨公道的日子，他不能不在。顾总说：“热的趁热喝，别凉了。”谢谢，替我说一声谢谢。好的，苏总，我这就回去复命。妈，咱们的车来了，走吧，回家。全结束了，30年，真的全结束了。回来了。 妈，我进来坐，茶刚泡的，还热。妈，这些我都看完了，从离岸账户虚假合同到林源那家空壳公司一份没落，看完了就放下。放不下。妈，那天在客厅，我刚下飞机，你还没开口，我就先问您是不是真的转移了财产。我那时候是真的信了爸的话，我以为是您闹的，是您不肯放手。 小小，过去了，咱不提了。妈，您听我说完。后来网上那篇最毒的文章，我点开看的时候，看见他们把您年轻时演讲的照片故意截掉了上半段，那半段是您在台上给寒门学子做演讲。我那一刻才知道，我妈不是周太太，我妈是苏曼。我没找您，也没找顾衍叔叔的人，我自己联系了那个记者。 把完整原图发过去，让他撤稿。可我撤完稿也没敢回来看您，我怕您不认我了。小小，妈这30年没记账，对你更没记过。妈，
过来，哭吧，哭完就抬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不怪你，你是妈的女儿。小小抬头，妈接下来要做的事需要你一起。妈，你要做什么？把30年前被按回抽屉里的那个苏曼一寸一寸捡回来。妈一个人捡得慢，你来，咱们一起。好，妈，我跟你一起。曼氏30年了，终于有这2个字了。陈律师，苏总，3件事汇报：第一，追回资产3.28亿，做完已全部到账曼氏集团团队账户。收到。第二，曼氏集团工商注册今早9点完成，法人詹淼一栏，苏曼。苏曼，30年了，终于把这2个字写回去了。第三，顾总那边，律政天团里2位民商法律师按市场价签约转入曼氏法务部，走的是商业合作，不是情分。好，按这个签。苏总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把我母亲那边的旧物和30年前的研究所资料、寒门学子名单一并送到这间办公室，下午我细看。好的，1小时内送到。抽屉里压了30年的人，该出来透气了。妈，会议室那边布置好了。小小，从今天起，办公室里别叫妈。好的，苏总。曼氏要立起来，咱们母女先把这条线分清楚。回家是妈，办公室是苏总。明白，苏总。苏总，咖啡。你是？苏总，我叫小林，24岁，上周从衍盛集团调来曼氏当实习生，今天第1天报道。小林，咖啡是哥伦比亚龟签。苏总，你也喝？年轻时候喝过，30年没碰了，从今天起又能喝了。苏总，我以后每天给您冲一杯。好，去忙吧。苏总，顾总让我送来，乔迁之喜。替我谢顾总，花就放前台，以后这间办公室的花我自己来买。好的，苏总，我转告顾总。曼氏集团2条战略线：自照、育才。自照，杀回我年轻时未尽的那个行业，工业自动化；育才，把30年前那批寒门学子名单重启，继续资助，继续看见。苏总，育才这条线我能不能负责？小小，你确定？苏总，我学的就是教育公益，我想做这件事。好，育才线交给你，下周给我一份完整方案。是，苏总。1995年研究所通知书被压在抽屉里整整30年。小小，你看，30年前被按回去的那个苏曼和今天的曼氏董事长终于碰头了。苏总，我懂。苏曼50岁，重新开始。这种实习生留着干嘛？真是浪费名额。就是公关稿写3遍都不过，还想接明星项目。听说他星链方案写到凌晨3点，还是被打回来。姑娘，这话我可不是头一次跟你说。星链项目这种级别是给资历配得上的人接的，你呢？实习期没满，稿子写不过，还想跟咱们这群老人抢饭碗？刘主管，小林也才来3个月，年轻人嘛，慢慢学。3个月还没开窍，后面还有什么指望？我跟你们交个底，名单我已经改了，小林从星链踢出去了，留下也是个保社。刘主管，稿子我重写了5遍，这次真的改透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别在这给我磨叽，没眼力劲儿，出去！想看到30年前那个我。小燕，这种没背景的姑娘，公司不养闲人，踢一个有一个。刘主管，小林家在山东，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人也实诚。实诚有什么用？公司不是慈善堂，这种姑娘心软的叫成全，该踢就得踢。刘主管，您是有事吗？刘主管，星链是公司战略项目，名单调整按规矩走的是项目委员会，不是市场部一个人说了算，对吧？我说，您到底是哪个部门的？这事儿跟您没关系吧？刘主管，您这句踢一个有一个，搞什么慈善？要不要在下周董事会上再说一遍？苏总，刘主管，茶水间的话，办公区都听见了。小林，上来一趟。是苏总。苏总，我不是故意让您难做的，刚才的事我……
小林，坐。这是衍盛今年3月的公关复盘，你拿回去，3天内给我一份星链项目的重做方案，直接对接我。苏总，我够资吗？刘主管说我……小林，我没问刘主管，我问的是你。你来曼市1个月，稿子重写了5遍，凌晨3点还在改，这种姑娘我用过。小林，这份方案第3页，你写到用户情绪入口这一笔，刘主管那群人写不出来。30年前我也是这样过来的。苏总，小林，我跟你说一句话，被欺负不是因为你弱，是因为你还没让他们看见你的价值。苏总，我记住了，3天，我一定交。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方案直接进我邮箱，不必经过刘主管。去吧，我等着。30年那个我，没人替我说这一句，今天我替他说。曼市，真没听过这家公司。周建国那个前妻开的，上周才在主办方名单挂上去。家庭主妇妇，突然搞工业自动化，真把咱这行当游乐场。各位嘉宾，主论坛10分钟后开始，首批演讲嘉宾请就位。曼市集团去年12才注册，赵总论坛10分钟塞给他，够给面子了。周家那摊子官司刚走完，他就敢出来抛头露面。这年头，有点钱就敢挂个董事长头衔，真不把咱那群老炮放眼里。茶歇区见，我亲自去会一会这位苏总。玩票就玩票，别耽误正经做事的人。苏总，赵总在贵宾室等您茶歇见面。按议程走，我先入场。30年前那个我在台下听演讲，今天该我自己上台了。这位就是苏曼，苏董。赵总，恕我直言，苏董，工业自动化这行当20年起步，您这突然杀进来，是真懂还是图个新鲜？赵总，我问您一件事。您说。您公司 Q3 那批复孔电机，客户退货率15%，您归咎到德国供应商的轴承上了，对吗？苏董，您从哪儿听来的？您东莞2厂的装配工艺7月份招了那批新工，没培训，扭矩值偏差超0.4牛米。苏董，这事儿内部刚查出来3天。赵总，我手上有完整的扭矩偏差曲线和当周的装配日志，我有备份。苏董，这话您怎么不早说？赵总，我今天才上台，没必要早说。苏董，我想跟您单独聊聊。好，议程结束，贵宾室。赵总，我活了这么大，头一次看您杯子端在半空。赵总，这位苏董，这扭矩偏差曲线他是怎么拿到的？诸位，我说一句，当年带周建国谈下第一份大单，8.6亿标的方是东方机床。东方切床，1998年那笔标书我看过，签字人栏写的是周建国。标书是我熬了17个通宵改出来的，客户名单是我从你娘家那边挪过去的。苏董，我活了这么大，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平静地说自己的功劳。这30年我没在台前，但每条产线我都摸过。周建国学的是壳，我学的是骨。壳和骨，这句扎心。老周这些年还真没白干啊，原来是您在后面扶着。赵总，扶不扶得起，要看那个人记不记得谁扶过他。现在我信了，这位苏董不是来玩票的，底子是真厚。下面有请曼氏集团董事长苏曼女士上台发言。各位前辈，下午好。我只说3件事。第一，这个行业过去10年把钱全砸在硬件升级上，却忘了硬件背后的人。没有车间工程师，再贵的设备也是铁疙瘩。第二，外资把持高端，我们卡在终端，原因不在技术，在场景。我们的工程师不进车间，永远做不出客户真正要的东西。第三，谁先把工程师送进车间，谁就拿下未来10年。我说完了，谢谢各位。硬件背后的人，这话工程师送进车间，这是把我们老想说没说出口的话说出来了。苏董，盛和工业陈志远，刚才那3句话，我们集团德国总部让我代表他们跟您约时间。陈代表，咱们贵宾室聊，我把30页路线图带给您看，明天下午3点。好的，苏董。
苏总，4家公司，赵总加林总、盛和工业加航星都要谈合作。小小，明天上午10点起，每家1小时，我亲自谈。好的，苏总，我去排会议室。备齐2024到2027的产线数据，1家1份。是，苏总。苏总，盛和的陈代表指明要您本人明天下午3点。苏总，顾总让我送来的。今晚衍盛集团有个内部晚宴，想邀您一起。顾总说您今天一天没顾上喝水，这杯是温的。替我谢顾总。晚宴我就不去了，4家合作我自己谈完再说。是苏总，我转告顾总。再带句话，这一程我得自己走完。好的，苏总。30年前，我把自己借出去，今天我自己把自己赢回来。顾总，苏董今天在行业峰会上的表现，我汇报一下，有3件事。继续说。第一件，苏董当场爆出赵总家4副苦电机的质量问题，这事内部3天前才查出来的。是，苏董当场补了一句：“我有备份。”第二件，苏董把30年前带周建国谈下东方机床8.6亿大单的细节亮了出来，17个通宵改标书，从娘家挪客户名单，这话他以前从没在外头说过。这话他忍了30年。苏董当场补了一句：“周建国学的是壳，他学的是骨。”壳和骨。第3件，苏董说了3件事，然后盛和工业陈代表主动起身递名片约苏董见面。哪3件事？一字不差念给我听。硬件背后的人，工程师必须进车间，谁先把工程师送进车间，谁拿下未来10年。30年，终于够格说一句你好。30年前，他在大学礼堂台上演讲，我连第1排都不敢坐。今天他自己站到台上了。王秘书，顾总，下周衍盛集团那场战略签约式拟一封正式邀请函，受件人写曼氏集团董事长苏曼女士。好的，顾总，用衍盛集团抬头还是您个人名义？用衍盛集团董事长是抬头，商业身份请。顾总，签约后晚宴那一栏要不要您亲自陪同接待？不必，他不需要我去。是，顾总。记住，把他当对等的人请。顾总，我明白了。邀请函我先用短信知会苏董一声。只写邀请，不写其他。顾总，苏董回了。念5个字儿，好，我准时到。还在，爱可以等。曼氏集团那个董事长曼总真就敢直接来衍盛的签约晚宴，顾总亲自请的，邀请抬头是衍盛集团董事长。上周才注册满半年的小集团，跟咱们坐这桌配吗？周建国那前妻究竟个什么来路？诸位等会儿见了人就知道，别问我，我也没正眼见过。各位嘉宾，距离签约仪式开始还有10分钟，请尊贵董事长们提前就位，首席副总以上请前往主席台前侧。前辈，昨天峰会上他那句周建国学的是壳，我学的是骨，一夜传遍了整圈子。林总，峰会那天我在场，赵总杯子端在半空，我亲眼见的。玩炮就玩炮，别耽误正经做事的人。玩炮的人不会让赵总当晚就改了订单。各位有劳酒后，人马上到。顾总，苏车子5分钟到，移过外环。王秘书，主台 C 位留给曼总不变。事后礼宾名牌也好，也撤了。诸位，等着见一位让我等了30年的人。今晚顾总主请的那位曼总，听说没穿礼服，晚宴上不穿礼服，这是来谈生意还是来踢馆？女人到了这场子，穿什么西装？等会儿看，他要是真穿西装来，我可得开开眼。今天这一场，我来做事。他真没穿礼服，这哪是来稳财？这站姿，一身的钱也压不住的气场。苏董这边请，顾总在主持台等您。好，有劳王秘书。苏董，主席台 C 位，顾总亲自留的。C 位不必，我就坐他旁边。是苏董，我这就通报。各位嘉宾，有请曼氏集团董事长苏曼女士莅临现场。是他，就是峰会上那位。昨天峰会是这身剪裁，他就没穿过礼服。上周那话我收回。各位前辈，咱们这桌得起身。那是我妈。周姐，你妈就是曼总。30年前他在大学礼堂台上讲过课，我小时候只在照片里见过那个他。30年前我在台上，30年收断我在台下，今天该我自己走过去了。活了50多，头一次见一个女人不行夫人礼，只走 C 位，这哪是来赴宴，
他是来谈对手。诸位，这不是来做太太，是来做对手的。服了。曼总，终于等到你。顾总，我准时到了。这不是被请来的女人，这是被顾总等着的人。曼总，这一声你好，我等了30年。顾总，30年前我在大学礼堂台上说过一句话：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没想到你竟……那年冬天，您给的不只是5000块，是一句让我走到今天的话。顾总年轻时受过他的恩，30年前他就在大学礼堂讲课，我隐约听说，原来周建国是踩着他的肩膀上来的，而顾总是被他拖起来的。妈，我以前真的不懂。昨天峰会我说错了话，今天我向您敬一杯。曼总，我跟着敬一杯。曼总，上周的话我自己咽回去。曼总，林某代表女团敬您一杯。盛和工业全场敬您。诸位，这杯留到签约之后再敬。今天我来不是来听敬酒的。她连这杯都不接，这才是真的女王。下面有请曼氏集团董事长苏曼女士致辞。各位前辈，各位同行，晚上好。30年前，我在一所大学的礼堂台上讲过一句话：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那一年，台下有一个穷学生，我塞给他$让他把这句话带走。30年中断，我把自己借给了一个家庭。我以为成全别人就是我的位置，可这30年我没记账，法律记得。30年后的今天，我自己又站到台上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今天我来不是做女人，我来做事。我的董事长头衔不靠任何人认证，我自己就是我的认证。我说完了，谢谢各位。活了50多，头一次给一个女人这样鼓掌。这不是鼓掌，这是认祖归宗。妈，这才是你。曼总，从今天起，咱们俩算一起站在台上的人了。顾总，30年前的5000块，你今天还得真利索。曼总，这笔账我还得起。顾总，我没让你还，是你自己一直记着。曼总，有些账账面上能清，有些话我得自己说才算清。恩爱，我还在等。顾总，这一程我还得自己走完，但今天这一杯我接得住。苏总，这是签约的酒。敬30年。妈，下一程我陪你走。我不是来看你，是来告别的。离婚最终判决书今天下午律师送来了，亲自给你送一份。曼姐，你终于来了，是不是顾爷那边松口了？别忙着哭，先听我把3件事说完。你听我说，林源那个贱人骗我的，钱不是我转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第一件，林源已经反咬了你，他翻供把你卖了，37笔转账都在卷里。辩护律师上周已经告诉你了，你这案子又添了7年8个月。曼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，你跟顾源说一句话就行。第二件，我不救你，30年你只信哄你的人，不信救你的人。苏曼，我是你男人，你怎么能这么狠？你是我男人，30年里你是我什么人，你心里清楚。第3件，我今天来不翻账，我只把30年里说错的话，今天一次性说对。曼姐，你想说什么？这是离婚最终判决书，律师事务所今天上午下来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曼姐，我不签，我求求你了，咱们30年感情。我曾经爱过你，但那个我已经死了。30年前我嫁给你那天就死了一半，30年里又一点一点把剩下那半也磨干净。曼姐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这辈子最大的本事，不是赚了多少钱，也不是开了多少公司，是让我以为我的成全是应该的。曼姐，30年，你拿走我变卖陪嫁凑的创业钱，拿走苏家的人脉替你求第1份大单，拿走我替你还清老家债的那张脸面，还要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自愿。周建国，这才是你最毒的地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曼姐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周建国，我今天来只为了说一句话，我自己的账从今天起我自己。曼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你今天该求的人不是我。10年前，大学礼堂台下有一个被你瞧不起的穷学生，我替他塞过5000块，你忘了？
那才是你欠的人。苏曼，苏曼真的错了！苏曼，别走，求求你！我走了，麻烦开门。30年，还还清了。这辈子从今天起是我自己的。第7条，回购优先权，这一条我们不让。曼总有理，这一条我让。2位董事长就第7条达成共识，议程进入下一项。第8条，盛和工业。曼总，第8条盛和暂时保留意见。明年的事情，我们再讨论一轮。王秘书，第3条一并锁，盛和的窗口期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陈代表，曼总开口，先听完再保留。曼总这一句是落锤的分量，这哪是签约，是立规矩。陈代表，我建议你听完。妈，盛和已经在算账了，让他算到2025年那扇窗口。顾总，议程剩余40分钟，盛和这一条您怎么走？曼总，30年了，您立的规矩还是稳。顾总，规矩从来不归我立，归账面。陈代表，先看这一组数据。曼总，这是哪一年的口径？陈代表，这一条您算的是2023年的盛和的存量盘子，2023年撑得住，2024年开始下滑，下滑年化12个点。第2章，盛和2022到2024的库存周转从60天拉到105天。曼总，这数字您从哪儿来的？盛和年报第37页脚注。曼总，我请教，明年您是怎么看的？明年盛和要的不是去年的稳定，是新一年的开始。窗口只开18个月，错过这一轮，存量留不到5年。曼总，第3条我加。陈代表加的对，曼总这一笔我服。玩票的人算不出这一笔。前辈，您上周那句话今天该收回了。妈，全场记着这一笔。小小，账不是用来让人记的，是用来算的。曼总，学的是股。第3条已锁，全部条款敲定，请2位董事长签字。曼氏集团与衍盛集团战略合作自今日起生效。今天这一签，3年内的行业格局定了。陈代表，回头我请您吃饭，聊明年的事儿。林总，我先听曼总安排。妈，我先送陈代表到楼下。去吧，盛和的细节记进备忘。好。顾总，行业平台已发战勒索通告，外围跟进，让公关线照议程走，不抢曼总主线。曼总，走廊那边有夕阳。顾总，正好，我也想走走。曼总，您先。顾总，今天我们一起走完。曼总，那年冬天。哪年冬天？1995年大雪礼堂，您讲台上那场演讲，礼堂外大雪，我没冬衣。那年冬天，您给我的不止那5000块。顾总，那5000块是我那年发的第1笔讲课酬。还有您说的那一句，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。曼总，这一句我记了30年。顾总，这30年，您把那5000块裱在墙上没舍得花，花了就用完了。顾总，您把它裱起来那一天，账已经还了。5000块买了一个30年的承诺，划算。这一笔屁我亏。亏在哪儿？亏在我只回得起承诺，回不起当年那一句话。顾总，那一句本来就不要您回。曼总，那要拿什么回？拿今天这一签。花枝跟人一样，30年不休，就忘了自己原本是直的。曼总，这壶凉了一半，您试一口。顾总，这一壶比热的好喝。王秘书让我把这本给您带过来，第37页那一段，您可能想看。顾总，你也读这本？读了20年，每年读一遍。小林，明早晨会盛和那一条，你先过一遍。B 棒第37页脚注的口径，照曼总那一笔来。
2025年的窗口期不能松。听你的。曼总，盛和后续机会必报，王秘书今晚发您邮箱了。2025年口径已经定下来，小林那边接得稳。那姑娘是个料，歪了30年的枝，得一刀一刀往回搬。曼总，慢一点，根还在。顾总，根在就行。顾总，您看我这只手上这一枚。曼总，这不是当年那一枚。顾总，这是上个月伦敦签约间谢礼我自己挑的。婚戒呢？顾总，那一枚离婚判决书下来那一天我就退了。退掉那一天我就想好，下一枚自己买。曼总，这一笔是您给自己的承诺。顾总，账自有各自的算法，您裱在墙上那5000块是您给自己的，我手上这一枚是我给自己的。曼总，那年冬天您说的那一句“人活着不能没有规矩”，记得就行。30年的路减掉了，后30年的路自己走。曼总，以后的路还长。顾总，那就一起走。妈，盛和那边的电话我抄完了。小小，过来。妈，明早晨会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